男人因為買不起房，便來到野外自己建造末世堡壘。不僅外牆由鋼筋水泥一體澆築成型，就連屋頂都全部用鋼板密封。內部設施不但一应俱全，還有超大的觀景台，其堅固程度住上100坤年都不成問題。德魯為了給妻子足夠的安全感，決定在野外打造一個鋼鐵碉堡。他很快就用 3D 建模繪製出圖紙。首先根據設計圖澆築出混凝土地基，接着就可以將集裝箱給堆疊在地基兩側，中間再用弓形鋼焊接出立柱與橫梁。完事後就可以架上預製水泥板。為了使樓板可以形成一體，繼續搖來混凝土泵車進行澆築。之後再將門窗給安排到位，就完成了房子的基礎底座。要想建成堅不可摧的鋼鐵碉堡，這還只是最簡單的部分。只見德魯又在後牆澆築出混凝土底座，接着繼續淘來幾個集裝箱，先給他們都噴上防鏽漆，而後搖來鏟車把他們給拖上山。他先把一個集裝箱從後山直接架設到底座上，就得到一個通往後山的通道。接着再將一個集裝箱給支棱起來，安裝到之前澆築好的底座上。雖然有挖掘機的輔助，但是想要將這個大箱子給立起來，還是費了不少的功夫。直到夜幕降臨才調整完畢。為了讓它們能連為一體，德魯立即拿來電焊機進行焊接，完事後再切割出一個入口。後續只要再制作個旋轉樓梯，就得到了直達1樓的通道。次日他們繼續將一個集裝箱堆疊安裝。為了後續施工的安全性，德魯又購置了一車的水泥磚，而後沿着屋子頂部修砌出一圈的護欄。現在這房子看起來已經有一點碉樓的感覺。為了方便上下樓，德魯繼續訂購了一些鋼板，開始制作樓梯。他先把地板給清理乾淨，而後利用十字確定出中心的位置，根據鋼板上的孔位在地板上打孔。之後再用螺栓將鋼板牢牢固定。接着德魯拿來鋼管直接焊接在鋼板上，作為旋轉樓梯的立柱。完事後就可以將踏步一個個給套上。之後再調整好旋轉的角度。同時還要在每個踏步外側焊接上護欄的立柱。在樓梯達到2樓的高度之後，還要用鋼板焊接出連接地板的平台。接着德魯繼續往上安裝樓梯踏步。當高度到達3樓之後，德魯繼續用鋼板焊接出平台。完事後繼續往上安裝直達瞭望台的樓梯。只要將頂部的鐵皮鋸開，就能爬上瞭望台的最高處。為了更加的安全，德魯先拿來方形鋼在四周焊接拓寬底座，而後在4個角支棱起立柱，從而提升整體結構的強度。有了堅固的立柱，接下來就可以搖來混凝土澆築。等待混凝土乾燥之後，繼續搬來水泥磚，沿着底座四周修砌護欄。在修築期間，妻子偶爾也會過來幫忙。隨着瞭望塔的護欄修砌完畢，這個鋼鐵碉樓越看越像那麼回事了。由於集裝箱門只能從外面打開，為了優化通道的大門，德魯立即繪製好改造圖紙，而後拿來木板進行裁切加工。把加工好的木板拼接起來，就得到了一塊厚實的門板。為了更符合碉堡的風格，刷漆之後還要釘上鋼板做裝飾。接着德魯将集裝箱的鐵門切掉一半，然後拿來方鋼焊接出門框。完事後就可以直接把門板給安裝上去。考慮到後續頂部還要澆築混凝土，為了更加的牢固，德魯繼續拿來方形鋼支棱在門框兩邊作為立柱，頂部還要往外延伸出屋檐的支撐。為了提升入戶門的顏值，德魯連夜在後山薅了一些免費石板。次日一早，先在门口兩側掛上鐵絲網，抹上水泥之後，就可以將石板往上貼。
就這風格與德魯的碉樓簡直絕配。隨着凛冬到來，德魯的新家也覆蓋了一層厚厚的積雪，持續的大雪使门前变得有些泥濘，每一次进出都会把入戶門弄得很髒。於是德魯開來他的挖掘機幼崽，在門前的石堆裡翻找一通，終於得到一塊平整的大石板。他先把入戶門前的碎石挖開，再將石板給鋪設好。現在就算下起瓢盆大雨，門前也不會再變得泥濘。目前房子的整體結構都是由集裝箱拼接而成，對於普通住宅來說強度足矣，但想要打造一個能住上幾百坤年的堡壘，就必須再次對主體結構進行加固。他先用方鋼在集裝箱四周焊接出屋檐的支撐，而後在上面圍出一圈的擋板。為了使堡壘堅不可摧，就連擋板都是由鋼鐵焊接而成，簡直是毫無人性。由於後續還要用混凝土澆築樓板，那麼集裝箱的四周還需要增加立柱支撐。德魯繼續拿來方形鋼支稜在集裝箱的外側構建出一個整體的金屬框架，為後續能將集裝箱移除打下基礎。依照圖紙，還要繼續往上搭建出閣樓以及屋頂。為了更方便施工，德魯先拿來除雪機將屋頂厚厚的積雪給清理乾淨，這過程看起來就非常的解壓。接着德魯搖來大舅子做工具人，兩人配合才好不容易把一根立柱給支棱起來。為了加快進度，德魯只好動用超能力搞來一輛吊車，有了機械的輔助，搭建框架的工作就变得輕鬆許多。現在只需將鋼材往上吊裝到位，再拿來電焊機嗶哩嗶哩幾下就可以。隨着立柱安裝到位，他們繼續架上弓形鋼搭建出鋼梁。完事之後就可以拿來預製水泥板開始鋪設。有了吊機的全程輔助，只需將水泥板擺放到鋼梁上，而後再通過人力對縫隙大小進行調節。與立柱連接處還需要對水泥板進行精準切割，確保樓板能最大程度的貼合。為了得到一個鏤空的客廳，水泥板只需鋪設一半即可。再把所有的水泥板都切割齊平之後，德魯繼續拿來鋼板密封地板之間的空隙，以確保在澆築混凝土時不會發生洩漏。為了防止樓板出現裂痕，在澆築之前還需要先鋪設好鋼筋。等所有工作準備就緒，德魯繼續動用超能力，搖來混凝土開始澆築樓板。隨着一桶桶的混凝土傾瀉而下，集裝箱的鐵皮出現了輕微的凹陷。為了防止垮塌，德魯立即拿來方木做支撐。現在堡壘的樓板就算澆築完成了，作為移動鋼鐵堡壘，顧名思義，屋頂也必須要鋼鐵鑄造。只見德魯先拿來切割好的方形鋼，根據勾股定理對屋頂的框架進行加固。有了堅固的屋頂框架，在往上搭建屋頂船子時就絲毫不慌。由於每一根鋼材都已經事先裁切好，只需吊裝到位再焊接固定即可。儘管如此，這麼大的工程量一個人很難完成。好在有大舅哥和老父親前來幫忙，他們一個個的輪番上陣，手持焊槍化身漢武帝。等所有的船子都安排到位之後，德魯再拿来火焰槍將多餘部分給收拾得服服帖帖。考慮到屋頂的重量，前面部分的牆體也需要加固，於是德魯開來挖機，先在地基旁邊挖出幾個基坑，而後用木板構建出模具，內部再支棱上鋼筋和鋼板。完事後就可以拿來混凝土開始澆築。隨着震動棒的轟鳴，水泥砂漿逐步將模具填滿。等待地基凝固之後，就可以拿来立柱給支棱上去，上面再與集装箱的橫梁焊接起來。有了這幾根立柱的加入，接下來就可以放心大膽地開始屋頂的密封工作。而除了德魯之外，最開心的莫過於鋼材的供應商。隨着屋頂框架的搭建完成，德魯訂購的鋼板也很快到貨，每一噸鋼板都重達2000斤，僅靠人力根本無法搬運上去。於是德魯先在鋼板的邊緣打2個小孔，再拿來掛鈎給勾搭好，接着就可以搖來吊車給吊裝上去，調整好位置之後再牢牢焊死在船子上。由於屋頂有往上凸起的設計，銜接處的鋼板還需要提前壓出相應的夾角，安裝上去之後就可以完美契合。由於雨季即將到來，
屋頂的安裝需要加快進程。為此，德魯又搖來一輛起重機往樓頂運輸鋼板。得益於工具人的全程輔助，每一塊鋼板都能非常順利地安裝到位。由於頂點是幾個角度交匯處，密封的鋼板就需要精準地測量出角度，之後再到加工廠對鋼板進行加工處理。完事之後，就可以將鋼板覆蓋上去，對屋脊進行密封焊接。交匯處再切割出相應的角度，就能達到嚴絲合縫的效果。要是還不合，那就梆梆两錘教他做人。隨着屋頂全部密封完成，山裡就下起了瓢盆大雨。這轟鳴的雷聲真怕突然一道閃電來襲。經過大雨的沖刷，逃生通道下的岩石竟然有鬆動的跡象，這要是滾落下來，豈不是 BBQ？ 於是他找來一根原木給臨時頂上，接着拿來鋸子先把岩石下方給削平，然後再擰上鋼板。完事後就可以焊上弓形鋼做支撐。為了確保立柱不會跑偏，底部還要給它澆築一個混凝土底座。現在看起來就安全多了。為了確保萬無一失，側面還要安排上一根同款頂梁柱。隨着支柱安排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滿。現在就算10級地震也一點也不慌。為了達到風格的統一，德魯繼續往樓上搬運水泥磚，之後就可以開始沿着閣樓的邊緣修砌護欄。這種空心磚邊緣自帶漆口，只需抹上水泥對其修砌即可。為了提升護欄的強度，縫隙內還要先植入螺紋鋼。等護欄達到預定高度，德魯繼續在上面鋸出凹槽，而後擺上螺紋鋼，將整個護欄串聯起來。完事後再拿來砂漿往空心磚內澆築。就這護欄的堅固程度，簡直堪稱銅牆鐵壁。由於整個房子大部分都是金屬結構，為了防止被鏽透，噴上一層防鏽漆就非常的有必要。不過在此之前，德魯先對屋頂與牆體之間的縫隙進行密封，確保雨水沒有一絲滲透的可能性。完事之後就可以拿來噴槍，給所有的牆體和屋頂底部先噴上一層防鏽底漆。等待防鏽底漆乾燥之後，又重新把它們給刷成原来的灰色。至於上面裸露的鋼板屋頂，雖然已經開始出現一些鐵鏽，但德魯卻認為這樣才是他想要的狀態。為了能早日住上新家，接下來正式進入裝修環節。在此之前，德魯先在側面的護欄上釘上一排鋼板，之後便可以在上面支棱起弓形鋼作為牆體的框架。有了足夠堅固的框架，就可以繼續拿來鋼板密封牆體。考慮到鋼板的重量，為了更方便的往上安裝，德魯還在邊緣焊上鐵塊作為支撐，接着就可以將切割好的鋼板繼續吊裝上去。而邊緣與船子相交的地方，還需要先對鋼板進行精準切割。經過這段時間的建造，德魯對鋼板的焊接與切割已經手拿把掐。為了滿足妻子的小浪漫，德魯還在閣樓制作了一個巨大的飄窗，窗台他選擇用光滑的不鏽鋼板進行密封。完事後就可以把定制的鋼化玻璃給安裝上去。為了防止出現意外，這項工作還是交給專業人員比較穩妥，畢竟要是弄壞了可就大單了。隨着玻璃安裝到位，再把地毯和床墊給鋪設好，就可以摟着心愛的人躺在上面，看雲捲雲舒，看日升日落。這小日子就別提有多浪漫。為了提升堡壘的顏值，屋檐底部同樣要進行密封。不過在此之前，德魯找來了一截方形鋼，將其中一面給切開，安裝在屋檐底部，就得到了現成的導水槽。下雨時，屋頂的雨水就能沿着水槽往旁邊流。完事之後，就可以拿來鋼板開始密封屋檐。邊邊角角的地方還需將鋼板裁切出相應的缺口，扣上之後才能達到嚴絲合縫的效果。在密封2樓的牆體之前，德魯先拿來鉛墜在地板上做好標記，而後通過螺栓將鋼板牢牢固定好，接着就可以將牆體框架給支棱起來。與此同時，門框、窗框也要提前安排好。完事後就可以繼續拿來鋼板密封2樓的牆體。為了能早日住上新家，妻子也前來幫忙。雖然大部分工作都是德魯在搞電焊，但在妻子的輔助下，搭建的速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很快他們就將牆體給密封完成。為了提升室內的採光，
他們還預留了許多的窗框，但為了達到東西南北都通透的效果，之前密封好的側面牆上還要再掏幾個窗戶。接着德鲁繼續拿來噴槍，給剛搭建好的牆體也噴上同款油漆。等待油漆乾燥之後，就可以把玻璃门窗給安裝上去。由於所有的門窗都是按尺寸定制的，直接扣上再打上螺絲固定即可。為了保險起見，客廳外牆上的大玻璃德魯同樣交由專業人士安裝，畢竟他們人多工具全，安裝起來會方便很多。等所有玻璃都安装到位，還要進行一輪大清潔，不僅每一塊玻璃都要擦得锃亮，地上的鐵屑也必須要清理乾淨。為了給客廳物色一盞適合的吊燈，德魯來到建材市場精心挑選，但始終沒有一款能讓他的錢包中意。於是德魯決定不如自己 DIY， 他找來一個廢棄的馬車輪毂，一頓火花帶閃電的操作之後，原本毫不起眼的大鐵圈就變成了一件藝術品。由於純金屬打造的吊燈比較重，德魯先在鋼梁焊上大鐵鏈，之後再請來工具人幫忙安裝。當燈光亮起的一瞬間，原本看起來冰冷的鋼鐵堡壘瞬間就有了一絲煙火氣。為了給妻子足夠的安全感，德魯還在牆上掛了幾件冷兵器。現在他們的新家終於達到了居住條件。為了實現與妻子鴛鴦浴，德魯決定把後山的蓄水池改造成浴缸。於是他拿來角鋼，先在水池四周焊接出框架，而後拿來木板開始搭建模具。頂部還要鋪設好鋼筋，完事後就可以拿來混凝土澆築。拆模之後，先將水池清理乾淨，而後就可以刷上防水材料。安裝好水泵以及加热裝置之後，再安排上各種燈光效果。夜幕时分，與愛人泡個熱水澡，再喝上一杯冰鎮飲料，簡直不要太浪漫。雖然現在已經達到居住條件，但與德魯最初的設計還相差甚遠。畢竟集裝箱鐵皮房只是過渡，一棟真正的末世堡壘，外牆必須由鋼筋混凝土一體澆築成型。於是德魯再次開來挖掘機幼崽，將屋旁的碎石給清理乾淨。接下來的每一步，德魯都嚴格的按照圖紙進行施工。首先構建出地基的模具，為了防止開裂，內部還要植入鋼筋。在開始澆築之前，還需要先將集裝箱上的膠條給拆除，後續移除集裝箱就會更加的方便。接着就可以搖來混凝土開始澆築。另一邊的地基也是如法炮製。等地基足夠堅固之後，德魯開始在上面構建牆體的模具。為了確保牆體能足夠的堅固，往內部安排上螺紋鋼就很有必要。等所有工作準備就緒，就可以動用超能力摇来混凝土開始澆築。灌漿之後還要插上震動棒，防止牆體出現空鼓。隨着第一層牆體澆築完成，德魯繼續用鋼板搭建出樓板的支撐。完事後繼續用混凝土澆築。二樓的牆體也是同樣的澆築方式，不過在澆築之前，德魯還需要先用鋼板制作出弧形的窗框。為此他還專門購置了一台鋼板壓彎機，簡直不要太豪橫。隨着模具安裝到位，繼續用混凝土澆築二樓的牆體。三樓其實也是同樣的澆築工藝，不同的是為了能做出堡壘的形狀，在澆築之前需要先用方形鋼制作出延伸的底座。當這兩面牆體全部澆築完成，如果之前只能稱之為鐵皮房，那麼現在就是正兒八經的末世堡壘。而接下來德魯還要繼續完成剩餘的牆體澆築，逐步的替換掉集裝箱的鐵皮牆體。